是什么？恋爱是一种唯一的感觉，它不能够被亲情取代，它不能够被知识取代。所以为什么谈恋爱的人那么感动，那么高兴？因为他们被另外一个人肯定了他存在的价值。这种被肯定的感觉跟年龄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几岁的人都希望被别人肯定。所以现在很多家长他们看不懂为什么少女们满街的追着偶像，疯狂的，有的时候追车追起来，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去追。爸爸妈妈会责怪小孩说：“你花这么多钱买这些偶像的周边商品，去听他们的演唱会，把他们的海报贴在墙上，你都没有把你爸爸妈妈的照片贴在墙上，你把一个韩国偶像的照片贴在你的床头，为什么？因为这些少女有那么强烈的心，她需要情感的寄托。”而没有恋爱的对象的时候，他去寄托在一个这辈子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真正恋爱的连结的偶像的身上啊！你爱一个偶像的时候，除了极少数的例子那个偶像会娶你之外，大部分的时候那个偶像不会娶你嘛。所以呢，这种热烈的期待，如果它不是寄托在一个空虚的对象身上，而是寄托在一个真实的恋爱对象上面，我觉得对一个成长中的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回忆。刚才大家讲了说，爸爸妈妈要教他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所有在座的人，你们都上过课，你们知道，你们如果只从书本上面学开车，跟自己真正开过车是完全两件事情。没有自己去经历过的事情，你是学不会的。然后没有自己去活过的过程，就不可能成为你的记忆。所以爸爸妈妈在剥夺了未成年的人说你们不要恋爱的时候，那是剥夺他们将来拥有这个记忆的权利。我认为支持并不是像潇潇所说的那么主动的去掏钱出来让你们去约会，替你们去提亲，不是这个。我认为全世界任何没有伤害到别人的恋爱都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应该去干涉。我的支持就是不干涉，就是你不要去把他抓来，然后跟他说你在做一件我不能够忍受的事情，他没有伤害任何人。成年与不成年的标准是随时代而浮动的。各位所知道的东方文学跟西方文学的最高峰，西方文学的最高峰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人才13岁，东方文学的最高峰红楼梦，林黛玉跟贾宝玉12岁。所以成年的标准是浮动的，而恋爱的价值是永恒的。我对于恋爱的态度就是，只要没有伤害到任何人，那是他生命累积记忆的过程，我们尊重他，我们不可以剥夺他的权利。谢谢。这个干嘛？哦，好看。这个呢？也好看。什么都说好看。哎，小美，本来你真的挺好看的，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老是糊弄我。没有，真没有。现在小屁孩啊，真是让人无语啊！你瞅瞅，毛都没长全的就出来谈恋爱，哎呦，真是没羞没臊。哎呀，多浪漫啊！人家小孩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什么呢？别管了，他们。哎，有电话。喂，妈妈啊，我晚上不回家吃饭了，我跟一同学在一起呢。是女同学，真的，真的真的，我怎么说你都不信呢？哎，行了行了行了，我现在就回家好了吧？拜拜。衣服给我。你，爸。你去哪儿啊，小梅？我妈不让我再见你了，她说不定现在正跟着我呢。咱俩上大学以后再说吧。啊？别，哎，小美，你去哪儿？
该支持早恋。早恋不影响学习，禁止早恋其实会导致他们通过其他方式去获得渠道，而反而的话没有办法学会保护自己。我们应该支持，而且应该正确的引导。作为父母的态度要摆端正，就是说你不能说支持孩子早恋。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的所有的理念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甜甜笑笑，哦，挺纳闷，他们居然会站到反对早恋，因为他们已经晚了。Whatever。我先问问我们2位团长和1位女神，咱们这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而且再也不信了。而且在这个严肃的场合，我要说，我们手都放在奇葩宝典上发誓，电灯在上面，百事可乐在旁边，我们都说实话。咱们是几岁谈恋爱的？那你就先开始，就先说呗，先说你自己吧。你都已经铺垫到这个是标准。什么叫谈恋爱？这就是很重要。对，就是，我先说嘛，是谈嘛？是谈的话，我是19岁，但是我喜欢别人是9岁。谈是怎么谈？手谈。别人喜欢我是5岁。所以这个，哎，你先给定义一下，真的早恋应该是要有性关系才叫早恋，还是没有性关系也可以？在我们这儿没有性关系就不叫有关系。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说早恋是指谈恋爱就有点情感的，亲过嘴儿，都不一定。那怎么叫？咱们别找标准。这么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标准没有标准人心。你怎么理解早恋俩字儿，你就怎么理解。你第一次谈恋爱几岁？高一。正式谈。正式谈啊。我那是上他们家去了，我都跟他妈说我娶你女儿，他妈哈哈大笑说我就是一中学老师，别闹了。我说这就还就算正式谈恋爱吧。给你吃酸奶去。你是去了他们家。跟他妈说我要娶你女儿，不是我们俩先谈恋爱，然后有一天特别冷，在外头谈，说上哪儿躲，上没地儿去了，说上你们家去吧，上他们家去了，被逮着，正好他妈在啊，我说我娶你女儿，哎呦，这个后来我跟老师说去了，我跟老师说我谈恋爱了，老师说你谈吧，谈着谈着就知道没什么劲。康永哥呢？15岁。也差不多，也差不多高一，初三，国中，初三，初三，国中。好，就此打住。好，该你了。这个就说到我人生的痛处。我最大的青春的遗憾就是没有早恋。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实际上我是单相思，我喜欢我们班上一男生，但是但是我没有勇气表达，我就一直特别希望人家给我个纸条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暗示了也没怎么起作用。终于有一天，这男生给了我一个纸条，然后我这个就是心里像揣着个小兔子一样跳啊跳啊跳，然后对这音乐挺好，烘托一下，我就心惊肉跳的打开了这个纸条，上面写着。请问第2题是 A 还是 B？ 你看多没意思！你应该回答的就是2B。所以我回答是几岁呀？到底？我都上了大1了。才开，那就不叫早恋了。我觉得应该是好像是18岁以前，就是高中没毕业以前。所以我们姑且把早恋定义为上大学之前，行吗？对，差不多。高中全叫早恋，大1开始就叫晚婚，好不好？大1确实是可以结婚了。对啊，这个好极端的。我们再回头看一看，我们今天辩论题目是什么来着？支不支持早恋？早恋该不该支持？哎，这个题目其实不是早恋对不对？是早恋该不该支持啊？而且，8位，请问你们做的这个座次正反方是自由意志吗？是的，没错。没有人逼迫吗？没有。好，那我们现场100位观众和用手机的，你们开始投票吧。好，我们就定格在这儿吧。76比24，基本上是3比1的格局啊。好，那我们看看2位团长的自由意志。
我们绝不拿枪顶着你。你说你选哪边？我都可以，我都听康永哥吧。是吗？对，我都可以。好，你让我自由选的话呢，那我的态度是支持。那我就不该吧。杨女神啊，我选择正方。对，因为你一直我觉得对，这是我的遗憾，我不能让别人再有这遗憾。你儿子今年多大？18了。第二个呢？14了。第3个呢？18和14都还在我们这个射程范围之内。对，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我是什么射程范围？就是可以针对他们来进行一些讨论，是这意思吧？啊，好，注意啊，我们题目是该支持早恋，而不是该不该早恋。该和不该支持啊。那这样，反方24票，所以劣势，谁先说？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真的不应该。刚刚讲说我们设定在18岁以下，其实18岁以下，说实在，还不懂得如何爱自己，如何去爱别人。再一点，荷尔蒙作祟，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年纪的年轻男女啊，难免啊，如果说有属意对方相爱相恋的话，最后一定都干那档事儿。那通常做了那件事情以后的后果，就很麻烦。有的人如果能够自己解决，那最好；如果大部分通常都解决不了，请你父母要出来扛。请您解释一下自己解决是什么意思？有些事情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好不好？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不应该早恋，那事儿可大了。我后续我这些队友还可以补充，好吗？谢谢。我们录这么多次奇葩说，第一次有选手说其他人会后续补充，自己讲的心灰意冷的，就是万念俱灰的意思啊！成功获得4票啊，漂亮！我也漂亮。来5票，5票，支持赵先生那5个人站起来，我看一下。好，正方。好，那我先帮赵哥补充几句好了。立场不一样。这个赵哥显然把恋爱跟做混为一谈。恋爱就是恋爱嘛啊，那个不管几岁，你如果说恋爱势必会导致做，那不管几岁都会一样。其实啊，那个偷尝禁果跟早不早恋一点关系也没有。你禁绝早恋好了，还是会有偷尝禁果。偷尝禁果从亚当跟夏娃时代就有了，好，所以从有人类以来就有这个问题了。好，这个我先做一点简单的补充说明。诚如大家所知的啊，海内外的同胞们都知道威廉沈啊，威廉沈就是沈玉玲，也是我本人，是一个爱家爱妻，对女性对尊重。为什么威廉沈今天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那就是因为我早恋。我打从幼稚园开始啊，我活在女人堆里面。我中学年代我也是活在女人堆里面，也就是因为我活在女人堆里面，所以我充分理解女生的想法。那当我高一谈恋爱的时候呢，我就很能够马上的进入状况，而且我从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呢，我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启发。刚刚赵哥提到说，都不懂怎么爱自己，怎么去爱别人。都已经15、16、17、18岁了，还不懂爱自己，那这也蛮罕见的。罕见疾病对，这应该也是罕见疾病的一种。那有一派的见解是说，哎呀，早恋你就忙着恋爱嘛，就不那个好像学习啊、功课上面就会有影响。这个我要大大的推翻，因为当时我就是因为有这个早恋，有这个爱我的女孩，好，她鼓励我要努力，要向上，才有今天我成为巨星。那就是谁成为巨星了？多一点放在主题上面。你说到对面去啊！我听不下去，我这个也同一个立场。你在康熙发神经就算，你这个奇葩出来发什么？所以呢，我为什么支持早恋？人不痴情枉少年。人在这个年纪的时候，高中这个年纪的时候呢，正好对刚刚讲的说，不管是这个荷尔蒙分泌啊，还是等等的原因，好，我们谈恋爱谈起来特别起劲。你这个时间不谈。难不成你要等到30、40啊？你帮我拍弹，我帮你推轮椅去晒太阳。要拍什么30岁就要拍轮椅？人就是在早恋腰不好，所以这个垂。人就是在青少年这个阶段谈起恋爱来，那个才叫做恋爱，那个才是真正 fall in love。
好，谢谢。沈先生其实前面逻辑是非常严密的啊。好吗？笑死！没有，我一开始看到70比几十的时候，我又心里一喊，这就是我们祖国未来的花朵。对方呢，沈老师现在偷坏概念，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说的是，是不是应该支持未成年人早恋，而不是你早恋好不好？第二，我要说就是，因为我好，大家也会好。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我想告诉你，没有做叫什么恋爱，那叫1对1结帮结队学习小组，那叫。还有呢，你们这2个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今天说的是未成年人，杨澜老师，你的第2个儿子14岁，我的女儿啊，女儿是吗？那你愿意交给他们当中任何一位人吗？他怎么？意思是这样，因为我今天说的是支不支持。沈老师马上就要生女儿了，对不对？你女儿被一个特别你看着不顺眼的坏小子要勾走了，你是不是想好就搓火？是不是？我还支持你了。什么叫支持？是说你女儿去开房的时候，我在旁边送吗？那叫支持，对不对？不可能，你说他有，对，告诉你，我后面写的很清楚，只有99%的防御力，还有0.1%不能防。那还有0.9%去哪儿了？我的数学一向不太好。哎，你是我们这边的。哦，对，忘了。讲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开心的事情，当做一个笑话来讲，但是我要讲清楚的，我以我的自身经历来讲，不是因为我发生过什么事情。我的爸爸是一位法医。啊，我的母亲是位妇产科医生，从小我生不如宫门，死不如医院，就在这2个地方徘徊。我历任男友来我家，我爸爸都跟他讲说冠状动脉和脑细胞的什么强调区别，1代蛹、2代蛹的成长在尸体之下会产生不可能的反应。对，他表面上所谓的支持，其实背地里只是拿过来放到房间里边，我先把你弄掉再说。他根本就不支持，他爱我爱的要死，恨不得我一辈子不要嫁人，拜托。啊，他是没有，他是如愿的吗？啊，他差不多快如愿了，我准备为艺术献身，你知道吗？啊，所有的观众都是我的老公和我的儿子，I don't care。朴槿惠能说，我也会说嘛，对不对？那么说到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好意思，我要变个脸。从小到大，我在妈妈的医院里边确实看到很多失足的少年。10年前进了计划生育，10年之后进了不孕不育。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不好听的问题，因为很多女孩子如果被抬进这个地方进去之后，她不会把你当人一样处理，你会觉得自己是块生肉，是块肉在处理。很多人不知道进入这个地方之后，你会觉得说啊，少年不知愁滋味啊，我们就要体会一下爱。如果没有第一次怎么办？这叫玩火。不好意思，很多事情不是可以试的，就像这种事情，万一你玩出火，那就是闯大祸。你知道很多人弹出来之后，从这个地方抬出来之后，整个人生观全部改变了。好，那我就烂命一条，让我去吧。很多青葱的少女这样从此毁灭，而且有的时候会改变一个人的一整生。如果你选择生下来的话，那这个男孩子的一生也就会改变。有些人就是什么呢？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不跳黄河心不死。别人跟你说什么都没有道理啊！你不懂的，你没有爱过，怎么会没有爱过？我那时候爱的人可多了。就是我爸爸拿把手术刀在后面干着我，你知道吗？范甜甜，你要敢跨越雷池一步，我就割了你！我告诉你，就我爸爸这么爱我，都敢这样说什么？因为他特别的爱我，他怕我跨越雷池，因为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因为我还是未成年人。在这边告诉大家，我们讲的是未成年人该不该支持早恋这2件事情。哎呀，把我气死了，都快了！还没讲完，再讲就很简单。这2天为什么很生气？讲到这个辩题，就是有的时候我在经过的时候，出租车看着车站上面2个穿校服的年轻少男少女们手牵手，嘴对嘴吧唧吧唧，真的是道德沦丧，这个叫什么？知道吗？哎呦我的人生观、世界观、3观，我看到我全都尽毁。不是说我是个卫道士，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留待后面50年、100年去干，干嘛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干掉它呢？在年轻该干的什么时候你就干什么事情，后面该干什么你应该干什么，就很正常一件事情。谢谢大家。20条变成66条，好厉害！我觉得全场都被妈教育了一顿的感觉。甜甜，我来喽。哎，您来。在以前，我觉得说啊，不能够早恋，要洁身自爱，要把守身如玉。那时候人家想要来敲门，哇，门都不开。久了之后，就没有人要来敲门了。现在冷井情深。没错，乏人问津，你门开都没有人走进来。真的，你们不懂。如果我可以早一点恋爱，然后早一点接受的话，也许我的人生在前面的过程里面都会非常的精彩、丰富、开心、快乐、happy 圆满。但是我没有，我现在很惨，因为你们说要真的行过房才算是
是真正的恋爱经没有人有这个没有说的，没有没有，刚才你的这个队友是说，就是说恋爱不是爱嘛，对不对？早恋存在于每个人心里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你非要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好了，那我这样理解好了啦，因为我也到前阵子才有这样子的经验嘛，所以我就觉得来得太慢了。所以呢，在我的姐妹是第二个寇乃馨吗？没有，她是结婚之后才有的，我还没结婚，有过了，我有过了 ，yes。然后不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早恋，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就变成跟姐妹淘朋友聊天没有办法有话题。当你的姐妹淘在聊说啊我男朋友怎么样，或哥们在聊我女朋友怎么样，你就参与不了。他们讲了很多的经验，我都听不懂。而且重点是因为太晚恋爱，会变成对感情呢就很多错误的观念。就像我就会觉得啊，一爱我就要很疯狂的爱，给就要疯狂的给，然后整天到晚就是觉得说我一定要彻彻底底拥有它，但是错了，因为让他觉得有压力，最后还不是跑掉，最后衍生更多的问题。但如果我早点恋爱，我有很多的经验值，我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就不会有惨痛的恋爱经验。反方，还有你在这里啊？当然了，我三观很正的好吗？对面的那位小甜甜，你刚才说你人生不精彩，因为没有早恋。其实我觉得你说了这么久，其实是告诉我们，你人生不精彩是因为你生活不够精彩。而且你刚才说你没有早恋，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可能是没有人愿意和你早恋。第三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对嘛？对呀，以前的歌来敲门，我不开，你有在听吗？我们都是有爹妈的，好吧？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们的父母要去支持早恋，我们要怎么支持？我从精神上支持你早恋。哎，你不敢去追这个人，我鼓励你，你去呀，大胆去呀！实在不行，妈妈上啊，我去帮你提亲呐。我从经济上支持他早恋，没有钱谈恋爱是吧？我给你拿钱呐，就是那个去最好的宾馆，那个聊天啊，对吧？对，我还从行动上支持他早恋。那个什么。老师找你谈话，我直接去找校长，我告诉他，我的孩子就是没有爱过，他不懂什么叫，我要让他放手去爱呀，你让他爱呀，我是要这么支持他吗？从小到大，我们爹妈一直会用什么话吓唬我们？你今天晚上12点不回来，我把你的腿打断。说真的。有几个父母是因为晚上孩子晚回来了几分钟，把他的腿打断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爹妈要把这个话说出来吓唬我们？很简单，就是要让我们心里产生一道防线，让我们在做任何错事之前都会感到害怕，让我们有一个三思的过程。大家想想，从小到大不支持早恋，我们的2位导师还是早恋了。如果我们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孩子们，你们去恋爱吧，那你们。想想这个社会以后，我们的学校去读书就是一场相亲大会。早恋生儿子都还好哦，生儿子是什么建设银行嘛？如果你生了一个女儿，直接给你带一个种回来，玉林哥你也是要当爹的人，请你长点心好吗？谢谢。不着急，我觉得心术不正。潇潇刚才有一个观点是很犀利的，就是他其实说早恋我们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支持？态度必须要端正。这个就把整个的题抛开了。对，这就是我们的最正确的辩论方向，就是这个。艾丽，说实话，很多人看艾丽，你是一个老师。对，我刚要说这一点啊，就是很多人知道我是老师，但很多人会觉得，老师居然坐在支持早恋这一方，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不是被逼的，我自己今天就想坐在这儿，我想创造一个新的理念。先看这社会啊，我们现在社会是反对早恋的。第一个理由很简单，早恋影响学习啊，谈恋爱你肯定学不了了，这完全是个谬论，因为影响学习的事儿太多了，单相思也肯定影响学习，看韩剧也可能影响学习，我看有些女生都舔屏的那种都有啊，还有玩游戏也会影响学习。谈恋爱学习学好的人也很多。2011年北京市的高考状元和榜眼就是一对情侣，他们怎么影响啊？关键在于3个字儿：自控力。要教你的孩子自控力。好，第二个大家反对谈恋爱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太早了会偷食禁果。刚才已经讲了，我给大家讲个数据啊，这是我专门查的，我可以告诉各位，1200万每年
有1200万人每年的话要去医院去做那个手术，女生，其中50%是25岁以下，很多人都是高中生。这些区的人，他们没有几个父母是支持他去早恋的，但他还是恋了，因为他不敢给父母去说，他得在偷偷的地下去讲。在中国，我最不理解的一个现象就是，避孕套的广告很少。但是流产的广告到处都有啊！我记得每次坐公交车，高中的时候，天天就是那个广告，不是我不小心，这是真心，对吧？对吧？大家把流产弄得那么简单，这一步全部都在推广，但是前面这个真正该引导的避孕的地方却不怎么去说，家长不提，学生他还是会去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不能赌，要去输，所以我认为应该支持。就像韩寒他说一句话特别经典，韩寒他说你女儿将来如果要找男朋友怎么办？韩寒就一句话叫做系好安全带，戴好避孕套。我将来如果有女儿，我也这么去说，因为恋爱是她的人身自由。恋爱这个东西是无法控制的，我们需要去正确的引导，不要让孩子不从我们这儿学习到正确的爱情观，而从其他地方学到的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如果我要支持学生恋爱，男生一个字儿负责，这个你怎么负责到底？你再说啊。女生的话，一个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叫做 be careful 小心，要选好，这样才可以，这才是正确的支持，这才是正确的支持，而不是说一棒子打死。非常感谢，谢谢。我觉得艾丽有一点非常好，她提到了一个词儿，其实就是责任教育。她把我们整个话题又带回来。爱的教育，爱的教育。来，我们现在反方，如今。我是一个用生命在支持不应该早恋的人，因为到现在都还没谈恋爱。对面这一批朋友们，他们今天一直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们的观点一直很乱。我们来一一看啊。他第一个，今天我们人民教师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如果我们今天不支持早恋的话，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同学，大家都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避孕。他认为，如果我们今天不支持早恋的话，大家就很容易产出或做错事。这跟支不支持早恋没有关系，这跟谈不谈恋爱有关系。只要有谈恋爱的人，就很容易会做错事。你们告诉我，谈恋爱不是做，但是你们又同时告诉我要派保险套，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每一个谈恋爱的人都很容易擦枪走火，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你都会擦枪走火。如今，我劳驾你不要用手势，我可以看这现场所有的人用手势，我看不了你用手势。不是那么擦的。有，我在参考钻不起火的手势。是不是？所以不是你支持了就不会有问题，问题根本源自于你支不支持。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依然要不支持他们早恋？刚才已经说了，门槛一开，后患无穷。如果你今天派给他，就是暗示他你可以做，但是要做到干净一点而已。为什么我们父母，为什么我们这些成年人要给大家有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在不能阻止的事情之上，我们更应该摆断我们的观念，不可以让他们以为我们支持他们这个行为。第二，这是甜甜姐和这玉林哥，他们很恐怖，他们告诉我，今天不早恋，你下一段恋爱叫黄昏恋。因为你还没有早恋，从此他没有，你就快要黄昏恋了。对，10几岁一眨眼就10年过了，我跟你讲，真的很可怕。我们不早恋，18岁以后认识的人还很多，而且大家都知道，小时候做出的选择是最不靠谱的选择。小时候选出到的人是最不能看的人。18岁以前连青春痘都还没有长，18岁以后你看到他的时候，你选定他，你没有怕自己下一个老公，只是谈恋爱交往而已 ，fall in love， 我就是玩你太 serious 了。刚才艾丽才说要负责。刚才艾丽告诉我，让他早恋青梅竹马，可以以后发展美好的未来人生。对啊，如果走得下去的话，当然可以啊。我只是一个例子，让如今说完，让我说完。如今只能够讲一段完整的话，你们不要一直在中间打岔。我从来没打岔你们。所以我们讲不
人觉得我以后市场还是很大的。好浮夸。对不对？如果你早恋过后依然没有办法，没有早恋，依然没有办法谈恋爱，问题一定在其他的地方，不是在于你起跑线有错。所以甜甜姐，一定是你其他地方有问题而已。也可不就是第三，乌鸦也会笑猪黑，你知道吗？谁会猪谁的乌鸦？所以这是胖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开始谈恋爱的问题。我没有胖啊，我是骨架大。你是机器人啊！以后我也会用哦，是骨架大。再来，从小开始谈恋爱代表什么？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一开始就只吃一样食物，你就尝不到其他食物了。有了。一开始把自己专注在一个人的身上，你就没有看到外面的森林多么大了。Yes。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就只专注投注在一个人身上，你的眼光就只有一个人的眼光，那眼光是窄的。所以要趁自己的年轻的时候，开拓自己的视野，而不是把时间花在一个男生的身上，投注在一个单独的人的身上。这样子，可能你未来的人生会更精彩，而不是专注在讨论一个话题而已。所以你要往偏，我们就是很，所以你要往偏整片树林哦，整片森是我们要飞得更高。好，如晶说完了吗？啊，说完了，谢谢，如晶非常可爱。我们相信，加油，如晶一定能够把乐带回家。我是不是很无耻？来，薇薇。 OK， 今天对方4位辩友成功的把一个早恋的话题讲成了一个早婚早育和贞操带的话题，也是棒棒的。为什么呢？很奇怪，他们说，因为你早恋，你就很容易怀孕，是怎样？并年龄歧视，18岁以下使用就一定会怀孕，是吧？然后一满18岁，成功率100%，哦耶！概率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都是一样的，99.7%，没理由你18岁以下成功率特别低呀。OK， 好，其实你们的潜台词是什么？是未成年人受到的性教育比较少，所以一旦他们发生性行为的话，后果很可怕，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好，这个时候请注意，未成年人比较愿意从怎么样的家长和老师的怀里、知识里去获得帮助，当然是支持他们早恋的那一波啦，态度开明的那一波啦。如果回家你跟你爸爸跟老师说爸，我最近谈恋爱了，然后你爸说，哎，那男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一开始是这样一个温暖的开始，那么他会给予的是适当的引导，你女儿恋爱细节都会愿意跟你说。如果你一回家像甜甜的爸爸一样说，爸爸我谈恋爱了，爸爸默默掏出手术刀，你知道吗？他哪怕天天12点回家，12点以前准时回家，晚上6点以前准时回家好了，那他在6点以前干的事你一样不知道啊。所以想要帮助孩子，首先要予以他自由。你们一直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在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这种观念？我认为不应该有。为什么？很简单，如果在什么年龄就一定该干什么事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祝老人长命100岁呢？因为以他100多岁的高龄，也应该是时候走了。在你这个年龄，你该干的事情，你哪里觉得不对，对不对？可以活到125岁哦。所以他活到125岁的时候，你就不要给他过生日啦，直接办忌日好了，是时候了，妈妈。正乖，你知道吗？所以，恋爱最棒的事情是什么？是浪漫。而浪漫是什么？不仅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更是情不知何时而起，一往而深。明白吗？你们今天不是要告诉，谢谢掌声。你们今天不仅是要搞计划生育，你们还要搞计划恋爱，在最棒的时间遇到最棒的人，安排好一段最计划严密的恋爱。谁还有这种事吗？所以罗密欧和朱丽叶策划了13、14年，终于在一起了，是吧？正怪，浪漫就在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发生了。这种事情，你不应该支持一种浪漫吗？不应该吗？
好，浪漫。还有一件事你们没有讲，说我们要面对一整片森林，不要早早的吊死在一棵树上。我很支持这种观点，因为我从来不认为人谈恋爱最终目的是为了结婚，是为了繁衍，是为了从一而终这么简单。不是，恋爱本身就是人生的一种美好体验，无论结局是悲是喜，但你们在一起总算有过好时光，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如果早恋的时候，你在比较早的年纪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克制自己，你清心寡欲，你日日雕刻心经，等到18岁成年再跟他告白，不好意思，他被那些愿意早恋的人抢走了。你这样是未成年就已经出家了。等你18岁之后，认为自己已经足够成熟去追逐那些少男少女的时候，你想想，有些人18岁以前谈过很多次恋爱了，经验丰富，明白吗？好，这个时候你是一个恋爱新鲜人，毫无经验，你怎么竞争得过他？在你看到美女还在小鹿乱撞的时候，人家那些禽兽已经乱撞过小鹿很多次了，你知道吗？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这很简单。无论从浪漫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说，我们都应该支持早恋。谢谢。我想讲的就是马薇讲浪漫的时候，我很被感动。这他的很厉害的一点就是把我们全部绕到他这个浪漫的漩涡当中。可是我想说，一个未成年对一个浪漫的解读，如果你这么早就知道浪漫，在前几集我讲过一个叫累觉不爱，你在14岁、13、14岁的已经体会过所有的浪漫过程的话，请问我们在正当年准备要结婚、被人求婚的时候，那些浪漫还有什么屁用呢？请问，我都已经经历过了，不好玩了吗？已经，你还想说什么奇招才能打动我呢？浪漫永无止境。哎，没有，不是。那是你们男人觉得浪漫永无止境，结婚之后还哪里来的浪漫，对不对？你也知道这件事情。那第一，我想讲一件事情，浪漫的问题我讲完之后，我想讲的是，我今天很伤心，很伤心。如果今天大家都认为支持早恋是对的话，也许真的我要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我错了？至少我知道，在美国，在西方，大家对这个事情的态度的开放程度，比我们中国是强很多很多。也许我们态度很强硬，到时候我们设了一条线，可能你至少往外少跨一步，你不要跨那么远。可是我知道国外有一句话叫，你是值得等待的 ，You are worth waiting。我被这句话有打动过，所以我说少男少女们，也许我说很多话你们在逆反期听不进去，可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不管是14岁被轻伤过，那个时候我跟我爸爸说过，天塌下来了，爸爸轻轻地说，放心，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我们离开谁都活得下去。可是当时我就觉得跟死过2次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现在会讲这些话，只是希望你们少受一点伤害。可是你硬要往前闯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说你们尽量去试吧，去闯吧。可能10年之后你会觉得说甜甜姐有点教条，可是10年以后你会说你说的对。所以我希望给所有的电视机前的少男少女们说一句，你是值得等待的 ，You are worth waiting。谢谢。其实不仅是男人，女人也是一样。人的一生不是只有一种浪漫，不是只有一种限定的浪漫。年轻时的爱，难道就不值得回忆吗？这个世界上是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浪漫，绕床绕竹吧，不是只有上床弄青梅的浪漫的好吗？年轻人没那么色情，大家不要想的那么紧张 ，OK？ 好，更何况当你年老时回顾往事的时候，对不对？别人是夜深忽梦少年事，唯梦闲人不梦君。我受过伤，可是一生过去之后，伤变成甜，疤变成刺身，我这一生是精彩的。疤变成刺身是蘸芥末吃的，而且还是3文鱼那种。OK， 可是如果你遇到一个爱的人，只是因为当时年龄不合适的话，你不要错过的话，那你叫什么？夜深忽梦少年事，全是闲人没有君。太可怕了！我今天看那边那观众有一位，我估计您是做母亲的，因为我发现，在反方说话的时候，您一直在不停的点头。啊，对。我的女儿川儿
他正在处在青春期，因为没有成年，他的那种对事物的判断能力，还有对这种男女的理解，我觉得他不够成熟。所以我是家长的角度，我肯定不支持这种恋爱的。好，谢谢您，谢谢。艾丽，你接着吧啊！今天刚好说到设身处地了，那我就再一次不好意思，我妹看这个奇葩说，她天天看，不好意思，我给我妹妹再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也算是她的家长吧，家里面的情况。那我想说的是，刚才那位不是姐姐说特别好，就是您确实在那个角度，我确实可以想得到，因为我给特别多的家长做过咨询，就是孩子早恋了怎么办？我给他说道理，他不听，我就想说一个字啊，叫做。一个成语叫做通情达理。当我们想把一个道理告诉别人的时候，达理要先通情。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我除了今天以外的所有一期奇葩说，我都在讲道理，我从来不管通情，我不管，我道理就是对你给我听啊。但大部分人不是这样。当一个人想听进去，你想说正确道理的时候，他得先通情。所以，如果我直接跟我妹妹说你不准给我早恋，特别凶的那么去讲的话，她之后有其他的问题，她就不会来问我。我起码相信我能给她一个正确的引导。刚才抱歉啊，我自己可能说话的时候没有注意细节。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大部分家长都是反对早恋，结果导致的现象是我们的去医院那个比例特别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是个恶性循环。但如果说家长是在我支持你早恋，但这个爱情是发乎情止于理的恋爱，你可以谈，但是我知道这些界限你不能过，你不能去那么早的偷食禁果，那他就会在更早的时候掌握正确爱情价值观。最后再讲一个，那很多家长是要求所有小孩成年之前不准早恋，但一毕业就得结婚。啊，这是什么逻辑？你不让我早恋，一毕业又得结婚，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去恋？18到22岁、25岁之间，这时候刚好是最忙的时候。最后一个理由就是，如果一开始一点恋爱都没有，我见过很多人所谓的这种殉情的，因为爱情没有办法接受挫折而很早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很多都是很长时间没有正确的爱情观，小的时候也没有早恋，但等到成年以后，一个恋情就把他彻底打垮了。所以家长如果能正确的引导，让他有一定的免疫力，能把爱情观放正，我认为这是真正的支持。谢谢。好，谢谢艾丽。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听听双方团长蔡团长。恋爱是什么？恋爱是一种唯一的感觉，它不能够被亲情取代，它不能够被知识取代。所以为什么谈恋爱的人那么感动，那么高兴？因为他们被另外一个人肯定了他存在的价值。这种被肯定的感觉跟年龄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几岁的人都希望被别人肯定。所以现在很多家长他们看不懂为什么少女们满街的追着偶像，疯狂的，有的时候追车追起来，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去追。爸爸妈妈会责怪小孩说：“你花这么多钱买这些偶像的周边商品，去听他们的演唱会，把他们的海报贴在墙上，你都没有把你爸爸妈妈的照片贴在墙上，你把一个韩国偶像的照片贴在你的床头，为什么？因为这些少女有那么强烈的心，她需要情感的寄托。”而没有恋爱的对象的时候，他去寄托在一个这辈子不可能跟他有任何真正恋爱的连结的偶像的身上啊！你爱一个偶像的时候，除了极少数的例子那个偶像会娶你之外，大部分的时候那个偶像不会娶你嘛。所以呢，这种热烈的期待，如果它不是寄托在一个空虚的对象身上，而是寄托在一个真实的恋爱对象上面，我觉得对一个成长中的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回忆。刚才大家讲了说爸爸妈妈要教他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所有在座的人你们都上过课，你们知道你们如果只从书本上面学开车跟自己真正开过车是完全两件事情。没有自己去经历过的事情你是学不会的，然后没有自己去活过的过程就不可能成为你的记忆。所以爸爸妈妈在剥夺了未成年的人说你们不要恋爱的时候，那是剥夺他们将来拥有这个记忆的权利。我认为支持并不是像潇潇所说的那么主动的去掏钱出来让你们去约会，替你们去提亲，不是这个。我认为全世界任何没有伤害到别人的恋爱都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应该去干涉。我的支持就是不干涉，就是你不要去把他抓来，然后跟他说你在做一件我不能够忍受的事情，他没有伤害任何人，
成年与不成年的标准是随时代而浮动的。各位所知道的东方文学跟西方文学的最高峰，西方文学的最高峰《罗密欧与朱丽叶》2个人才13岁，东方文学的最高峰《红楼梦》，林黛玉跟贾宝玉12岁。所以成年的标准是浮动的，而恋爱的价值是永恒的。我对于恋爱态度就是，只要没有伤害到任何人，那是他生命累积记忆的过程。我们尊重他，我们不可以剥夺他的权利。谢谢。我觉得康永哥说的特别好。我觉得父母也好，兄妹也好，因为我也有妹妹，大家应该以一种平等的关系相处。就是我不希望你有一天来怨我，因为我支持你，我说你去早恋嘛。最后，因为早恋大多数都是以遗憾分手，对吧？虽然遗憾可以酿成一个酒，那要很多年才能酿啊，那酿的过程是挺苦的。但是当你遗憾的时候，你说你看，就是因为你支持我，你看我本来其实还在犹豫，你非得说去吧，爱吧，浪漫嘛，多好啊，多珍贵，结果弄一伤痕，那疤最后能不能蘸芥末吃，这我真不知道这个，所以当然是不能支持，这是肯定的。当然，这反对也谈不上反，因为这事儿你反对支持，它都会发生，对，它都会发生的事情。一件本身就在向前进的事情，你再去支持它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我的观点是绝不该支持。这个题目上会有产生歧义的，他们2个人或多或少从不同的角度，其实谈同样的问题，就是应该对这样的早恋，你要加以这种正向的引导。所以其实在，康永说来，或者在我的角度也看来，这个支持实际上是对爱的一种接纳和尊重，但是爱并不等于性。早恋，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人在谈起早恋的时候，多少人第一个想的印象是性？其实不是的，是一种朦胧的、美好的、单纯的、相互的爱慕和欣赏而已。那么这样的一种爱的感情，它油然而生，非常的纯洁。做父母的为什么要去横加的去阻止？一个是你阻止不了反而会是逼他的有一种逆反的走向极端。另外，这样的美好的感情，不正是我们人生应该去积累的一种记忆吗？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母亲，我也想跟这位我觉得我们应该年龄差不多，有14、15岁的女儿，我想说，恋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感觉。我想我对我女儿的这个方面的教育，就是爱是彼此的尊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母亲可以跟孩子去讲的。什么是尊重？就是你尊重自己，尊重别人，要有这个责任。女孩子也有自己的责任，男孩子有他的责任，然后也都知道保护自己。性并不神秘，也不肮脏，它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你想要这么早就有这样的结果吗？你不想，那么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底线？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一种正向的爱的教育，那么孩子可以既享受他的青春年华，那些朦胧的、神秘的，也许稍纵即逝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同时他又知道保护自己和尊重别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他一生非常美好的情感经历的开始。谢谢，这是我非常诚实的想法。我们先回到现场，看看我们的这场辩论，谁赢谁输。来，我们来看一看凝固。好，反方胜21票。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去呀，大胆去呀，比我还是未成年人。好，反方胜，那我们就要在反方的3位奇葩当中去选择你们各自支持对象，请写题板。这个过程我们来开始全场对5位奇葩今天表现的投票。本场积分赛选手得分由观众点赞数和团长投票共同决定，观众按动啪啪钮选择支持方，在胜出的一方，2位团长和女神各选出1位奇葩，为他加10分。积分赛累计票数前4名进入决赛，争夺奇葩之王。更是情不知何时而起，我而走。所以我们讲，不要怕你没有早恋，就以后不会谈恋爱。我个人觉得，我以后市场还是很大的。我希望给所有电视机前的少男少女们说一句：你是值得等待的 ，You are worth waiting。谢谢。
你没有早恋，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可能是没有人愿意和你早恋。当我们想把一个道理告诉别人的时候，打理要先通情。今天这场会有5强当中的最后一次淘汰，所以有一个人会离开整个奇葩说前进的这个进程。这个2位团长和女神做出他们最后加分的决定之后，再给大家公布那个投票最后排名的结果，好吗？我们是只能评这一方的，对吧？对。对，只能在这一方，因为他们胜了。可不可以所有选手？对啊，可以吗？不行。我觉得应该是看心情吗？对，看心情吗？啊，那好吧，这刻我心情非常好，就这样吧。这什么节目啊？这是。好，那就根据我们2位团长和女神的自由意志，在5位奇葩当中开始加分。好，从康永兄开始吧。为什么会给这位选手加分？那我争取要给所有的选手打分，是因为，我给分的这一位选手，我觉得他今天的表现是我参加奇葩说以来我最赞赏他的一次。我从每一个选手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我想要用这次的给分来纪念他，起码今天表现得很好这件事情。杨澜呢？我呢想把这叫什么加分，对不对？给这样一个选手那我觉得这名选手在这样一个如此激烈、具有火药味和那个硝烟气息的这样的一个辩论的赛场上，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理性，也保持着自己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这个说理论点的一个定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没有一味的被情绪带着跑。所以呢，我要把这个分加给他。我肯定是因为我作为这方团长，我当然要褒奖这方的，是吧？那在这一方里面，这个今天我觉得表现最好的，就是这位选手应该说对，这位选手表现最好。其实应该是这样，这个论题很不好辩，就一辩就出破绽，就容易被人一下抓住。所以今天我这方的3位，我只能说有1位破绽比较少。好，那就请3位亮出你们的题板。我们看看加分情况。本节目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独家冠名播出，冠军将获得由高智商高情商的吉普自由光提供的吉普极致之旅。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登录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支持你的话题观点。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2位把分数投给了艾丽，这样艾丽加20分，小松，潇潇，让潇潇加10分。我说实话，奇葩说我们从70、80位选手选出了10几位，从10几位在这个场上一点一点往前走。最不喜欢看到的事儿就是淘汰选手。如果奇葩说有下一季，我们一定改进这个赛程设置，因为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段让大家难受，更重要的是选手不因此而就有高下之分。我们以后不淘汰，我们就涨80。但是我们虽然规则是随意，但今天恐怕还是要产生一位离开现场的选手。5位都是我们挚爱的5强，谁会离开现场？让我们看最后的总分。说实话，刚才蔡康永老师说那段话，我特别感动。自从到5强比赛开始，我就陷入了一个迷失，我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我总觉得自己讲的不对，总觉得大家一站起来就想弄死我，所以我就想试着去模仿。我特别想模仿薇薇姐那种感觉，说话有条有理还能演，对不对啊？这感觉对不对？对，我也特别想模仿潇潇那种真的可以放开你个贱人啊这种感觉。我更想模仿颜如晶
只要站在那里，也要说哎我肚子饿了，也会抢分。我也特别想模仿范甜甜姐那么的霸气，看呐！但我发现，当任何一个人想模仿别人的时候，他会忘却自己，他忘记了自己那些优点，忘记自己的长处，从而别人也做不好，自己也做不好。因此呀，今天我特别开心。我是草差爱，我更是爱丽。我希望为理性发言，我爱奇葩说，非常感谢。我觉得艾丽今天非常棒。今天我们决定私底下给她颁发一个全场最佳辩手，以及全系列最佳暖男。虽然我一直攻击艾丽，可是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很好欺负的人，只是跟她开玩笑。今天我也觉得她表现得非常好，她跟我拥抱的时候虽然太紧啊，可是我还是一直夸她说你今天干得非常棒，然后就是走得漂亮。我其实真的很不喜欢淘汰这个环节，都不想互相之间的厮杀，然后对每一个人的离开都会觉得特别的遗憾。我们还有最后的2场是真正的总决赛，我们会把奇葩说所有的18强能请到的都请回到现场，请大家期待奇葩说后面的节目。感谢把乐带回家的百事可乐，更加感谢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谢谢大家，下期再见。Now we have 奇葩。